记得要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跟 IG， 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哦。来到韩国大邱自由行，会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去各个景点吗？这边要教大家介绍大邱观光巴士站点，包括很多知名景点，像是前山展望台、金光实路、西门市场等等。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！首先来到东大邱站，往3号出口的方向出去，2段手扶梯上去之后，会看到左手边有很多巴士的月台，它就在东大邱站的正门口。过马路之后，找到这个站牌就是观光巴士的等候区了。大家可以先在 KKday、Klook 这些线上平台买票，你也可以上车之后再跟司机购票。记得要先看好出发时间，巴士都会随着时间表移动，蛮准时的。所以如果你提早到的话，也会等到时间到才出发。路线都会是按照顺序，一站一站开。所以如果你错过的话，也不能下车到对面再重新上车，你只能跟着绕一圈，再回到错过的景点下车。除了这次搭的巡回巴士以外，不同季节跟时期也会推出主题路线的巴士，这样就会比较建议都要先买好票，因为当天如果额满就不能再购票了。第一站我们在2号站下车，要前往金光实路，这边下车之后要往前走，过马路到对面，大概走个3分钟以内就会到了。这边会经过的是芳川市场。当天营业的店不多，有一些小吃店。旁边这间是手作的商店，巷弄间的墙上会有一些壁画，还有几间甜点、杂货店跟咖啡厅。一路上也有卖服饰配件的小店，跟很多特色商店、文青咖啡厅。当天因为是平日的关系，所以营业的店家比较少。但这边蛮适合慢慢走走晃晃，逛起来还蛮舒服的。前面看到金光石的壁画，就知道来到主要的金光石路了。这一条大约350公尺的红砖道，是为了纪念韩国音乐才子金光石而设立的。整条路的墙面上都画了他的音乐跟生活，旁边还有一些文青的小店，在卖画跟一些手工艺品。金光石他是出生于大邱的男歌手，因为感性的歌词跟疗愈温暖的嗓音出名，但也因为他早逝的缘故，受到韩国人的缅怀，被称为唱歌的哲学家。这一天我们没有碰到什么观光客，整条路很安静悠闲，壁画也有很多可以合照啊互动的设计，可以来到这边走走逛逛，再拍拍照，欣赏这些画师用心创作的壁画。这个墙上的按钮按下去，你就可以听到金光石的介绍跟他的歌声。这个咖啡厅前的小摊贩卖了一些包包跟帽子，这边有蛋挞店，还有拍贴机跟游戏机台。整条金光石路不长，沿路都有诉说着金光石的故事。壁画跟一些店家、餐厅都很丰富，我觉得是来到大邱很值得安排的行程之一。你也可以从刚刚下车的大马路，不要往市场里面走的话，就沿着马路走过来，就可以从这个路口开始逛。逛完之后，我们就回到刚刚下车的地方，准备搭巴士前往下一站5号西门市场。观光巴士上车之后，在座位第1排的地方都有语音导览可以领取，听一些景点的介绍。但记得下车就要归还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下次上车的时候再索取。下车之后，大约再走路5分钟就会到了。这个是一间超大的市场，有卖很多传统生活杂货，也有很多的袜子在批发贩售。往前这边卖了很多的蔬菜水果，真的就很像人挤人的菜市场，桌上啊地上都摆满满的，也有很多的当地人会来这边选购，还有干货、海鲜等等。这间有很多颜色的毛巾专卖店，一些五谷杂粮跟小吃的食材。
种类非常丰富的小菜跟坚果、豆类，还有很多便宜贩售的二手衣物。许多摊贩都会直接在人行道上摆摊，也有料理好的小菜，跟各式各样的帽子、包包。一路走过来，终于到了西门市场主要的范围。我们从外围开始，就有超级多种类的鞋子。右手边有卖很多雨伞的店家，各种尺寸的立伞啊、折叠伞。市场这边是有遮雨棚的，所以不管什么天气都能好好逛街。左手边一整排都是在卖小吃，有很多道地的韩式料理跟炸物。继续往里面逛，也有卖很多的衣服。还有各式造型很可爱的小帽子，跟五颜六色的袜子。这是很多不同口味的糖果，隔壁也是在卖服饰，旁边有童装，往前这边是一些布制的口罩啊，跟手帕、小毛巾。这边的摊位没有特别分类，小吃摊跟店家都交替开在一起。这摊有辣炒年糕，还有卖刀削面跟各式小菜。这里也有黑糖饼，经过的时候闻起来真的超级香。往前的话有卖内脏料理，后面有各种的编织包。这里也有卖血肠，是韩国人超爱的小吃。中间这几家小吃摊卖的东西都差不多，最有名的就是刀削面跟年糕，还有饺子等等。大家可以到这边吃早餐，或是逛累了都可以随意挑一间来吃看看。这边有一些零食，像是现做的花生糖，隔壁有卖炸物面包，还有超级多种类的小菜。这边袜子一双1000韩币，换算台币就大概不到25块左右，是超便宜的价格。右手边有一些男士的衬衫啊，跟西装外套也都有折扣。市场里面也有花店，这里有很多的包包。旁边有卖一些生活杂货，往前是一间咖啡厅，可以内用喝咖啡、吃甜点。这边卖的衣服类型，除了熟龄的款式，也有一些比较年轻、休闲的韩系服饰。旁边有很多款式类型的包包，隔壁间有袜子、拖鞋等等。这间有一些可爱的小物跟法式饰品等等。往前有帽子跟小玩具。右手边的是窗帘，隔壁有袖套啊、袜子等等。这边有很多摆饰类的商品，还有手工编织商品。这里有卖毛线跟上面编织的这个东西，听说是菜瓜布。旁边有一些扇子，中间又是一些小吃摊。这个市场真的超级大，如果你想要逛完的话，建议要预留2到3个小时，在这边挖宝、吃小吃都很不错。还有成套的童装。这边也有卖一些像是药材的商品，很多的棉被、地毯，摸起来的材质还不错。一些抱枕啊跟枕头也都是很亲民的价格。这里有一些像是韩服设计的服饰。旁边这间是大邱蛮有名的年糕，里面包了湿润的红豆沙。右手边有很多的水壶、锅子等器具。这边也有卖鱼板汤，聚集了超多人。旁边有冷冻的食品跟饮料。逛到这边有一些五谷杂粮的干货，还有卖一些人参啊。据说这边卖的人参比较便宜，所以大家可以逛逛，多比价看看。这间有卖鲍鱼粥、绿豆汤跟红豆粥。隔壁是辣炒年糕。这边是炸蔬菜跟饭卷，有很多不同的内馅可以选择。除了鱼板汤之外，隔壁摊的薄皮饺子也是到这里很推荐吃看看的餐点。旁边这是核桃糕，隔壁有韩式小吃。这一摊是棉花糖冰淇淋，有现做的麻花卷跟其他的炸物。除了市场本身，还有一栋建筑是专卖各种棉被啊、枕头跟女装，里面的商品也是丰富到不行。如果你想要买衣服、鞋子的话，就一定要进来这一栋逛逛。在市场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吃，还有韩国当地的特色。这边还有一些是批发贩售的彩妆品。这边带大家大致逛了一圈西门市场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巴士站，准备前往下一站喽。
下一站搭到7号巴士站下车。我们来到前山日落瞭望台，就位在前山洗衣场公园。这边有一个景观台，还特别设计成了扭干衣服的样子。旁边连接的是前山天空爱情桥，是2022年才开放的新景点。这里适合安排欣赏夕阳啊，或是夜景，可以一览大邱城市的风光。继续往前走，这边有一些餐厅，旁边就会来到前山公园。如果你搭乘观光巴士的话，也就是在8号站下车。这边开始会有很多的登山步道，所以一定要穿好走的鞋子来哦。往前会经过的是洛东江圣战纪念馆，是为了纪念韩战、传达爱国精神而建。旁边有一间餐厅，有卖一些小吃啊跟饮料。这里有登山步道的地图，有几个小景点都可以去走走看看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要一路走到恐龙公园去。这边还看到一面很高的攀岩墙。这个告示牌写的是赤脚走道，步道旁边就有一条泥土地，是专门提供给游客赤脚来步行的。往前走一段路之后，旁边有沙坑跟草地。要到恐龙公园，还要继续走一大段路，走到一半往左手边看到，就可以看到很大只的恐龙了。经过一大段长途跋涉之后，我们终于抵达高山谷恐龙公园啦。这边有沙坑，很多人会带着小朋友啊来到这边放电。当初是因为在前山高山谷这边发现了1亿年前草食恐龙的脚印化石，所以才建造了这个公园。园区内有恐龙造型的溜滑梯，还有很多大型的恐龙模型，做的都很生动逼真。背景音还可以听到有模拟恐龙叫声的音效。这边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玩，还可以看看他们最喜欢的恐龙。外面墙上的恐龙化石也非常壮观。恐龙公园这边距离9号巴士站比较近，如果你想要走少一点路的话，就可以选择搭巴士过来哦。接下来我们一样搭乘巴士前往10号站寿城池。下车之后，旁边有餐厅、超商跟药妆店。寿城池这边是大邱12景之一，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。在1926年日据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建造了，那时候是用农业用的蓄水池，现在则是一个观光胜地。围绕寿城池周边的步道很好走，也都有长椅可以坐着休息，还有一些运动器材。另外一边有很大一间的咖啡厅跟餐厅，也是提供给游客一个可以喝咖啡赏景的好地方。这边有天鹅船可以踩，也有游览船码头，可以搭船惬意的游寿城池。另外也有寿城乐园跟儿童区、打球区等等设施，很适合一家大小来到这边散步。最后一站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eWorld， 可以搭乘地铁到头流站，往15号出口走，步行5分钟就会到了。我这个是先在网络平台购买 eWorld 园区的夜间票，加上83塔的票，这个组合大约是台币500元左右。是晚上5点之后才可以入场，不过玩设施都可以不太排队，我觉得蛮划算的，推荐大家可以排晚上来。换票之后，工作人员会帮你在手上绑上手圈。入口这里也有园区地图可以拿。eWorld 是大邱很具代表性的知名游乐园，里面有大约30项游乐设施，整个乐园的建筑是欧式花园风格。门口一进来就有纪念品商店，卖了很多乐园的周边商品。园区里面有很多可爱用心的布置，到处都很好拍。园区里面总共分成梦幻世界、魔法世界、冒险世界跟动态世界4大主题。这边的鬼屋是很多人推荐的设施，里面有很认真设计的机关。这个区域是阿拉丁主题，有一些适合小朋友的游乐设施。旁边是一些礼品店，有造型气球、发箍跟一些娃娃，还有玩具。这一区的游乐设施都比较小，都是设计专属给儿童游玩，有云霄飞车跟旋转木马，
还有很大的美食用餐区，旋转咖啡杯。前面这里进去有一些游戏机台，像是投篮、赛车跟跳舞机都是需要另外投币的。这里也有拍贴机，还有碰碰车。这边是一些美食餐车，有卖马铃薯塔、炸鸡跟章鱼烧等等。这间是中式餐厅，卖韩式炸鸡的小餐车。这边也是拍贴机，隔壁有游戏机台。这一个是云霄飞车，速度很快，很刺激。蓝色这是可以打棒球的游戏。Top Spin 是一个360度旋转荡秋千，是很刺激的设施之一。这里也有闯关拿奖品的小游戏。前面这个建筑里面也是以一些游戏机台为主。继续往前，这边会来到一个欧式花园，旁边的设施会360度大旋转，看起来就会很晕。这个是 Mega Swing 360，也是 eWorld 最受欢迎的设施。不止转盘的部分会360度旋转，甚至连支撑的柄也会360度旋转。光是在底下看都觉得胆战心惊。右边有卖炸鸡跟热狗，还有其他的点心跟饮料。前面这里是射击游戏。还有糖果店跟吉拿棒专卖店。这边摊位的小游戏，有机会可以拿到特别的奖品。海盗船也是游乐园必备的设施之一。这里有很多热狗等等小点心的餐车，玩累了随时都可以补充体力。这个很大的餐厅有卖披萨，隔壁是一间星巴克。这间是咖啡厅，有卖面包、甜点等等。接下来要去搭缆车前往巴三塔。在缆车上可以俯瞰整个乐园，视野超级好。巴三塔它是eWorld里面最著名的景点，也是游客来到这边必去的地标。到站出来就会看到 SkyDrop， 高度103公尺，是韩国最高的自由落体。升上去之后就可以眺望大邱市景，坐在上面也是非常刺激。往旁边走就来到了巴三塔，门票跟乐园是分开的，需要另外收费，所以入园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选择购买套票。左边有一间餐厅，主要是卖意式、美式料理。前面就要来到大邱巴三塔了，刚好这个时候也来到夕阳时分，很推荐大家也在这个时间上来，夕阳景色非常美，晚一点你还可以直接看夜景。入口一进去有一间礼品店，有卖娃娃、家居用品等等，是一些乐园周边的商品，还有玩具、吊饰。进到电梯就要前往77楼的景观台了，一出来会看到一个巴三塔模型，旁边一圈都是透明玻璃的观景窗。这边还可以买一些甜点、饮料，在旁边的座位享用。高度202公尺的巴三塔是大邱最高点，不只可以看到eWorld乐园全貌，也可以把整个大邱市景尽收眼底。这边还可以玩高空弹跳，就是从这个突出去的走道跳下去。不会怕的人，不妨可以考虑体验看看。楼下的楼梯间墙上贴了很多不同的海报收藏。这层楼也展出了一些跟电影相关的海报跟服装。这边是投影互动区，小朋友可以在纸上着色之后，从角色投影到大荧幕上。隔壁也有一些礼品可以购买。接下来这个区域非常有趣，走过来就会有超级多闪光灯跟摄影机的声音，可以在这里体验当大明星的感觉。接着我们就回到观景台，最期待的夜景来了，城市都亮起了灯，这样高处俯瞰的夜景真的超级漂亮，也为大邱的行程画一个完美的句点。搭乘缆车的时候，从上面看乐园也是很美。离开乐园之前，还是有一些礼品店可以逛逛。这边有很多的韩国文创小物的周边商品，
包括很多的知名角色，都可以找到丰富可爱的东西。我的大邱行程就介绍到这边，有了观光巴士，自由行变得更简单了。你最喜欢哪一个景点呢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